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3年的8月16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6题的词汇。好，欢迎各位同学参加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老师点赞。你也可以捐款支持理查老师，每个月$2就可以支持老师了哦。好，OK，好，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8004。好，8004，我们再看一遍8004。中文要怎么说？8004。好，8004。哇，好快！佳妮还有裴静8004步，答对了。宋平、罗珊8004步，答对了。各位同学，我们有2个零，但是只需要念一遍就可以了哦。好，好的。今天理查老师跑了8004步。好，佩霞，还有 Sierra， 还有 Tartono 同学8004步。好，还有宜兴，好久没有看到宜兴了，8004步。Hardwin Jonathan 8004步。慧君8004步。OK， 没有问题。好，我们也欢迎这些支持老师的同学们啊，这些都是老师的会员啊，欢迎。好，这个感谢各位同学捐款支持啊，Charles， 像佳妮啊，佳妮说我最喜欢有零的数字了，超好念的。Ghost Month 中文说鬼月。好，鬼月。好，罗珊我们说鬼月啊，鬼月。好，OK， 没问题。还有很多同学老师不晓得怎么念你们的名字哦。Hello， 阿里，欢迎。好，林子，欢迎哦。好，素英。好，那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搭这个字。那我们来学习关于搭这个字的词汇。好，我们有搭讪，搭讪。第二个词汇叫做搭乘，搭乘。好，搭这个字有非常多的意思哦。我们今天来学习2个最常用的意思。好，搭是动词，各位同学，它最常用的意思，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使用搭，就是搭乘的意思。好，搭乘一般是你会坐交通工具，你会坐船，你会坐飞机，你会坐电梯。所以各位同学，搭乘是比较正式的词汇，你也可以说搭，你也可以说坐，都是英文的 to take a vehicle。好，搭乘交通工具，搭交通工具，坐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就是 vehicle，包括各种各样的车子、船、飞机都可以叫做交通工具。那当然，电梯不是交通工具，不过电梯也是用搭的啊，电梯也是用搭的。好，对，老师今天有剪头发了哦。Hello Jose，欢迎。好，还有这位 Note 同学。好，OO 可心，欢迎啊，都很欢迎大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经理今晚会搭飞机去高雄。好，各位同学，经理就是 manager，今晚，今晚就是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会搭电梯，搭飞机。那各位同学，我也可以说搭乘飞机，我也可以说坐飞机，都可以。去高雄，好，to 高雄。好，高雄是台湾的一个城市哦，在台湾的南部。好，OK，没问题。My picture is not clear。哦，对，搭船、搭飞机、搭电梯，没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搭乘有哪些词汇的搭配。我们
可以说搭电梯 take an elevator，你也可以说坐电梯，好，电梯。再来，你可以搭船，你也可以坐船，都可以。你可以搭便车。什么叫搭便车？有时候你在外国旅行的时候，如果你想省钱，你在路上会这样，然后车子会停下来，它会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这个叫搭便车。你不需要付钱，有一些热心的人，他会免费的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有时候你是背包客，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手势，然后很多开车的人啊，就会看到你哦，原来你想要搭便车。好，这个你去外国旅行的时候啊，要记得这个词汇搭便车啊，搭便车。好，特别记得这个便当然是方便的意思啊，搭便车 hitch a ride。你们有没有搭过便车呢？老师觉得搭便车当然很方便，而且省钱，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有时候搭便车，开车的人你不认识，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危险，所以特别是女生搭便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吧。这位背包客，好，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旅行，你背着背包一个人去旅行，这样的人就是背包客。OK，backpacker。好，背包客想什么？去加州。好，加州就是 California，对不对？加州。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对，搭便要不要念成大便了？大便是 poo。林子在马来西亚搭过便车，很棒啊。巴卡说，在我的国家搭便车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巴卡的国家搭便车是很常见的事情。坐车可以用搭车吗？可以，没问题。坐车可以用搭车哦，好，没问题。不过一般我们会搭什么车？搭公交车还是搭火车？哦，好，我们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还是坐飞机吧。好，大便车 pool car pool car。好，宜兴说这位背包客想搭便车去加州。你要搭便车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手势，对不对？表示你告诉开车经过的人，哎，我想搭免费的车子啊。这位背包客想搭便车去加州，答对了，好，裴静。这位背包客想搭便车去加州。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就知道了，这位背包客他要搭便车，好，搭便车，好，没问题。理查老师没有，诶，有，理查老师旅行的时候有搭过一次便车，而且呢，这个驾驶司机非常的热情，我不需要付钱，他就载我到我要去的目的地哦。好，搭便车。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再来做一道题目，他吃坏肚子。好，各位同学，吃坏肚子就是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吃了一些不洁的东西，所以你的肚子会很不舒服，你可能会胃疼，你的肠胃会很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中文可以说吃坏肚子。你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你吃了不洁的食物，所以你觉得肚子痛，你觉得肚子疼，你觉得胃痛，这个叫吃坏肚子。通常吃坏肚子的时候，你会想去上厕所而且你会想放屁，fart。什么叫放屁？就是你的屁股会出现一些气体，make gas，对不对？好，他吃坏肚子，什么时候？什么时？哦，OK，时，一直，好，一直就是你持续的、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一直放屁表示你不一直没有间断的、不断的做这个动作。好，那当然你吃坏肚子可能会一直放屁哦。好，对，
搭电梯时一直放屁。好，Jose 问老师说，在台湾搭便车普遍吗？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普遍。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搭便车，一般还是啊、会愿意，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会愿意载你去的啊。不过不是很普遍啊。搭电梯为什么会礼貌？是一个平常的行为啊，平常的行为。月莹说：“我去什么地方都搭巴士，因为搭巴士便宜而安全。”很好的句子哦。好，他吃坏肚子，搭电梯时一直放屁，大家都被被臭死了，大家都快窒息了。好，Norbert 不用被窒息，大家都快 be about to 快窒息。好，各位同学，窒息就是你没有办法呼吸，叫窒息。因为都是屁味，所以你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所以你会窒息。诶，窒息的英文我忘记叫什么 ，suffocate，我忘记怎么说了哦，窒息，吸不到空气，你会无法呼吸，中文叫窒息哦，窒息啊。对，吃坏肚子会肚子痛，也会拉肚子，很好。对，他吃坏肚子，不是打电梯，是搭电梯时一直放屁。好，你也可以说坐电梯时，可以坐电梯时一直放屁。好，OK，没问题。好，宋平搭电梯、坐电梯、搭电梯都可以，搭乘电梯也可以。好，OK，没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搭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搭建的意思。各位同学，一般来说，搭的第二个意思通常只用在帐篷。什么叫帐篷？老师告诉你啊，tent 这个东西叫帐篷。有时候你去露营的时候，OK，when you go camping，露营 camping 的时候，你会搭帐篷，你会把这个东西给搭起来。like put on or set up。好，搭帐篷啊，所以这个帐篷搭当做动词的时候的第二个用法就是搭建的意思啊。那一般我们讲搭就可以了，搭帐篷。好，记得这个用法哦，搭帐篷，to put on a tent。好，那各位同学，有时候你去外面露营，你必须搭帐篷，晚上你可以睡在帐篷里面啊。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后 after 后帐篷搭完，好，这个完是个动词补语，finish doing something，finish doing something。After you finish putting up the tent，好，搭完帐篷，好，这个帐篷搭完，他们升起了萤火。好，我们中文会说生火，就是你可能会放一些木材，然后把火给升起来。我们中文会说生火，生火，英文叫 build a fire。中文我们用生火，升起了萤火，萤火就是 campfire。你去露营的时候，晚上你会生萤火，就像这个生萤火。好，在野外，在帐篷的旁边，你会生萤火。OK，你会 build a campfire，这个叫萤火哦。好，OK，没问题。请问答案是什么？搭完帐篷后，他们升起了萤火。好，这个萤写错了哦，我们要注意，是这个萤，不是你写的萤哦。Jonathan，你写的萤是萤火虫 （firefly），萤火虫的萤火哦。我们这个萤是不同的字。好，对，萤火哦。好，搭完帐篷后，他们升起了萤火。好，宋平的萤是对的，你们的字要写对哦。好。裴静的萤火也写对了，搭完帐篷后，他们升起了萤火。好，你这个立新跟 Norbert，你们的萤写错了哦，要改一下哦。好，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好，听得懂吗？好，那各位同学，呃，我们现在学习到了搭帐篷这个词汇，老师要告诉你，搭帐篷有第二个意思，
各位同学，你们都18岁了，对不对？你们都是成人了，对不对？你们不是小孩子了，对不对？那个 Hardwin 把眼睛遮起来，不要看搭帐篷有第二个意思，OK，搭帐篷有第二个意思，你们都是大人了嘛，不是小孩子了。搭帐篷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男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发现一种生理反应，这个我们中文也叫搭帐篷只有男生才会有的女生没有所以你可以说，哎，他早上起床搭帐篷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这个意思，看得懂老师就不说了，你们应该懂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说，哎，小明早上起床搭帐篷了。诶，他没有搭帐篷啊。他是这个意思，是男生的一种生理反应男生的一种生理反应听得懂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说不是想尿尿，不是想尿尿，是早上起来，男生有的男生啦，年轻的男生都会搭帐篷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意思，听得懂不是想尿尿好，OK，听得懂好的，没问题，那我就不说了你们懂意思就好了。这个也叫搭帐篷，所以当你用搭帐篷这个词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注意一下。好，OK，那么我们来看搭建。一般来说，搭建是搭建一个临时的 temporary 的建筑物所以通常你说搭建是用很短的时间把一个建筑物把它盖好，一般是用在桥，比较简单的，几天、2天、3天就可以搭建起来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临时的临时的。像我们的房子是会持续很久，但是桥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是临时搭起来的，像木桥很快就搭起来了，它是一个临时的建物临时的建物。好，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暴雨来临前，政府木桥一座搭建了。好，搭建是搭建，是建造一个临时的建物，在短时间内搭建、建造一个临时的建筑物。好，请问答案是什么？Hello，你好。好，林子说，暴雨来临前，政府搭建了一座木桥，表示政府用了比较短的时间，建造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临时的一座桥。这个桥没有花很多时间，它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可能3天、4天就把它建造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用搭建好，OK，立新，暴雨来临前，政府搭建了一座木桥。好，非常棒好，搭建了一座木桥。所以我们用搭建，通常是在短时间内建造一个建物好，OK，没问题。好，我们再来学搭的第3个词汇叫做搭讪。好，我想你们可能听过这个词汇，搭讪是主动与陌生人谈话。那你可能想跟他交往，你想要找女朋友，你会去搭讪女生，或者是寻求交流，你想要跟他沟通，你想要跟他谈话。各位同学，搭讪一般来说，感觉是比较负面的、比较贬义的一个动词。比如说，理查老师想要搭讪那个女生，通常理查老师有一些不好的目的所以搭讪一般来说是一个贬义的动词，不是好的动词如果有男生搭讪你，通常你不会很开心，因为他可能会跟你讲一些你不想听的话，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你不想跟他交朋友。如果有人搭讪你，通常你会有比较不好的感觉好，所以像各位女同学可能会有男生搭讪你，
那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不喜欢，因为这个男生可能想找你当女朋友，可是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啊。因为搭讪一定是跟陌生人 stranger 陌生人谈话，所以如果你被一个陌生人搭讪，有一个陌生人突然找你谈话，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不自在啊。所以搭讪一般来说是一个贬义词啊，贬义词。好，OK。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啊，他搭讪陌生男子向一名，好，那当然如果女生也可以向男生搭讪啊，可以的啊，那通常男生应该会蛮开心的哦，男生一般会蛮开心的。好，他向一名陌生男子搭讪，可以表示这个女生可能想要跟这个男生交往，所以这个男生所以这个女生搭讪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可能长得很帅，所以这个女生喜欢他，想要跟他聊天想要跟这个陌生男子聊天好，他向一名陌生男子搭讪，答对了。好，他向一名陌生男子搭讪。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搭讪过别人呢？如果你在一个舞会上，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男生，或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你可能会想去搭讪他，想去认识他，想跟他聊天。如果可能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个就是搭讪 hit on。OK，hit on，你们有没有搭讪的经验呢？吃豆腐更严重。各位同学，搭讪跟吃豆腐不一样，搭讪是嘴巴说话而已，吃豆腐有肢体的 physical contact。如果你说吃豆腐，他会摸你，而且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会很生气，他可能会摸你的身体，这个叫吃豆腐这个不叫搭讪，搭讪只有说话而已搭讪只有说话。那吃豆腐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他会摸你的身体触碰你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更生气调情对，比较像是调情了不过调情就更严重了调情的状况更严重好，OK。好，我们再来学最后一个是关于搭的一个成语，叫勾肩搭背，它是个成语它是个成语。那各位同学，我想老师不用多说了，勾肩搭背就是这个动作。你把你的手伸到别人的肩膀上面，通常表达你跟另外的这个人感情很好，buddy buddy 好像好兄弟、好哥们。那女生比较少勾肩搭背，勾肩搭背一般来说是男生的动作，好朋友之间会勾肩搭背表示他们的感情很好，这两个男生感情非常好，buddy buddy，好兄弟，好哥们好，这个叫勾，把你的肩给 hook 勾起来，搭在他的背上，勾肩搭背。好，我们来做题目。他们两人叭叭叭叭走在校园里。他们两人叭叭叭叭走在校园里。月莹有时候看到帅哥会想跟那个帅哥搭讪，很好的句子，没问题。对，勾肩搭背，他们两人勾肩搭背走在校园里，答对了。他们两人勾肩搭背走在校园里，表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特别用在男生身上，女生比较少勾肩搭背女生比较少，通常是男生比较会勾肩搭背。他们两人勾肩搭背走在校园里，答对了。好，那各位同学，勾肩搭背一般也被视为是一种比较不礼貌的行为比较粗鲁的行为。一般来说，现在比较少勾肩搭背了当然好朋友会私底下还是会勾肩搭背，不过可能老师或你的父母亲会觉得勾肩搭背比较不文雅，不是一个很文雅的动作好，所以有的人觉得勾肩搭背这种动作他们不喜欢表示太没有很文雅，没有很礼貌好，勾肩搭背。好，
OK，广告时间，各位同学请帮老师点赞吧，订阅，开启小铃铛。你也可以每个月2美元请老师喝咖啡。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理查老师。接下来是大家最喜欢的考试时间，我们今天来做2道题目。第一题，搭讪，勾肩搭背，一堆无聊男子在舞会上我。好，很简单的题目哦。你看这边好多男生，他们都想要跟这个女生聊天，但是这个漂亮的女生根本就不认识这些男人，这些男人真无聊。他们都想要跟这个女生聊天，他们都喜欢这个女生，可能想跟她交往，对不对？好，搭讪答对了，勾肩搭背不对，这里不能用勾肩搭背哦，勾肩搭背是他们可能手都搭到那个女生的肩膀上了，没有，他们没有哦。好，呃，搭讪答对了。哦，有时候月莹会跟她的好朋友勾肩搭背，那表示她是月莹的闺蜜，你们2位朋友的感情非常好。一堆无聊男子在舞会上搭讪我，那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表达你不喜欢哦，你不喜欢这些男人在骚扰你，在搭讪你，通常来说你不喜欢哦。好，在舞会上搭讪我，一堆无聊男子在舞会上搭讪我，答对了，非常好。来，最后一题，搭讪，勾肩搭背，有人觉得是不庄重的动作。好，什么叫不庄重？表示不礼貌、不文雅，叫做不庄重哦，感觉比较不礼貌哦。感觉比较不文雅、不文明或不文雅哦，这个就是不庄重的意思。好，什么叫不庄重？就是不礼貌、不文明、不文雅的动作哦。动作就是 OK movement posture。好 OK，好，勾肩搭背，答对了。好，有人觉得勾肩搭背是不庄重的动作啊、有的父母亲或家长、爸爸妈妈不喜欢看到你跟别人勾肩搭背哦。好，OK，你各位同学，像理查老师喜欢跟好朋友勾肩搭背啊、理查老师有很多好朋友，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勾肩搭背。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勾肩搭背，老师现在比较老了，比较不喜欢勾肩搭背了。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勾肩搭背，像老师年纪慢慢比较大了，老师慢慢的不喜欢勾肩搭背了啊。好，对，勾肩搭背，有人觉得勾肩搭背是不庄重的动作，好，非常好。好的，各位同学，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听得懂吗？如果听得懂今天的课，请你告诉老师，老师我听懂了。我们今天学习到很多关于搭的词汇，有搭乘，你可以搭电梯、搭火车、搭飞机、搭船，还可以搭便车。好，我们还学了搭讪。如果你想要，你看这个女生好漂亮，你可以去搭讪这个女生，不过这个女生可能会不喜欢啊、哦。好，我们还学了搭帐篷。如果你去露营的时候，你必须要搭帐篷，你还要生营火，你还要搭帐篷哦。好，勾肩搭背刚刚说过了，通常是不文雅、不庄重的动作。好，那么大家都听懂了哦，太棒了，对手的手很重。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晚安喽，拜拜。